拥有这个世界剧本的女孩，本以为可以借此过上好日子，却没想自己所在的世界就是一个热门题材大杂烩。霸总大哥是狗血虐文里的冤种接盘侠，影帝二哥是娱乐圈爽文里的炮灰血包，三哥是校园宠文里的背锅法制咖，四姐是真假千金文里的恶毒女配，就连父母都是某甜蜜中年爱情故事里的反面背景板。这一家子也太惨了吧！正当女孩想着如何改变这一切时，一道刺耳的中年女声传来：“你是说你怀了君燕的孩子？”宁姨，我知道这个消息对你们来说可能有点突然。上个月5号我刚从国外回来，入住酒店的那天刚好碰上君燕哥，他那时候喝了酒，我不放心就跟了过去。没想到白秀琴的眼眶红了。我没有名分不要紧，可孩子总不能没有爸爸，孩子是不能没有爸爸，可也不能逮着谁都叫爸爸。这么着急帮孩子认爹，问过孩子亲爹了吗？冷不丁传来的声音将杜母的思绪拉回，她同丈夫对视一眼，不约而同看向不远处刚认回的小女儿杜清明。杜清明有些茫然，怎么了？没什么。杜母强压下心中疑惑，再次看向白秀琴，你是说你们在酒店遇上那天晚上就已经？白秀琴面露羞涩，已经1个多月了，撒谎不打草稿，肚子都那么大了，还1个多月，这起码得有3个多月了。杜父杜母互相看了一眼，确定了这不是他们的幻觉，就是小女儿的声音，只是现在的情况不容他们多想。两人的目光随着杜清明的提醒一下子定在了白秀琴的肚子上，他将早就准备好的报告单推到两人面前，两人拿起来一看，确实是1个多月。杜清明却不以为然，这年头人都有假的，何况一份检查报告，没记错的话，第3医院的影像科医生是白秀琴的舔狗之一，就是因为有他帮忙打掩护，白秀琴才能躲过之后的产检，哄得大哥心甘情愿给他当接盘侠。杜父手一抖，差点直接将手中的茶泼白秀琴脸上去。杜母则是惊讶的瞪大双眼，须臾才冷静下来，这报告太简单了，好多信息都写得不清不楚，让老李备车，我们一起去趟第1医院。白秀琴的心猛一咯噔，宁姨为什么不去第3医院？我记得杜伯伯似乎有第3医院的股份，你杜伯伯虽然没有第1医院股份，但2家医院一直有合作，我们一定会找个最权威的妇产科医师帮你仔仔细细检查一遍。杜父立马点头附和，我这就给第1医院院长打电话。下一秒，就听白秀琴语调悲愤道：“宁姨，伯父，你们是不是不相信我刚刚说的那些话？不然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跟我确认孩子的事？我一个无父无母无权无势的孤儿配不上君燕哥，可孩子是无辜的，我说什么都不会放弃他，你们不要掏我要。”说着起身欲走，杜清明一眼看穿白秀琴的小心思，好一招以退为进，倒打一耙，一口一个无父无母无权无势，一顶欺负孤女的大帽子扣下来，可不就是我若我有理的经典碰瓷吗？不过话说回来，你爸妈要是知道你怀了你杀父仇人的孩子，完事还找他好兄弟的儿子接盘，怕是会现在就从坟墓里爬出来把你活活掐死吧。骤然得知惊人真相，杜父的脸色有些惨白。如果说在这之前他对白秀琴尚且留有一丝恻隐之心，现在知道真相是真，一点多余的心思都没有了，甚至想替已逝的好兄弟清理门户。就在这时，一道身影出现在了门口，君燕哥，你是？杜君燕神色冷淡地瞥了白秀琴，杜母迅速上前一步挡在两人中间，这是你白叔叔的女儿，刚从国外回来，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不用上班吗？刚去了趟警局，我上个月去 C 市出差，入住的那家酒店房间里被人恶意安装了摄像头，现在人已经抓到了，警方让我过去做个笔录，毕竟我也算是受害人之一。什么？酒店房间里面有摄像头？杜母吃了一惊，随即像是想到了什么，那偷拍的视频呢？刚发给我，还没来得及看。白秀琴听到有监控后，整个人突然倒在地上。杜清明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瓜茶样，认真的吗？他刚刚不还活蹦乱跳闹着要走吗？怎么说倒就倒？该不会是装的吧？杜母伸出去的手一顿，秀琴，你这是怎么了？快打电话叫救护车，把人送去第1医院。这一喊妥妥触发关键词，白秀琴急忙喊道：“我没事，只是有点低血糖而已。”白秀琴扶着一旁的桌子缓缓站起，神情有过一瞬的狰狞。我突然想起来，我跟陵园那边约了下午要去看我爸妈，时间已经快到了，就不多打扰了，以后再来拜访。说完拎起包脚底生风似的跑了。杜清明有些遗憾的摇了摇头，这就吓跑了，这女主心理素质好像不太行。抱歉啊青青，你才刚回来就让你撞见这样的糟心事。杜母说着还瞪了杜君燕一眼，没事没事，谁家没几个奇葩的亲朋好友，不过我看这事可能真跟大哥没多大关系。那位白小姐的话漏洞挺多的，我们知道，只是没想到那孩子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杜清明嘴上没吭声，心里却一点没少吐槽，那你们想不到的可太多了。这姐是出了名的恋爱脑又晦气，前脚在大哥这给孩子上个临时户口，后脚孩子那个身背半部刑法的亲爹就能找上门来送咱家一个家破人亡，主打一个以怨报德恩将仇报。杜母倒吸一口凉气，咬牙切齿道：一码归一码，他既然做出这种事，以后也没必要再来往了。杜清明虽然疑惑为何杜母突然改了态度还如此决绝，却也暂且放下心来，打算等会查查自己脑海中的书库，看看这是哪本小说的情节。几天前杜清明被师傅赶出山门时，意外得知自己是杜家流落在外的亲生女儿，好不容易认祖归宗，却在回家途中遇上了点小意外。再次醒来时，他的脑中便多了一座书库。吃过午饭后，杜清明前脚刚上楼，后脚几人就聚到了一块。杜君燕开门见山道：我都听到了。杜父眉峰一挑，那视频呢？骗他的。两口子沉默片刻，再次回归正题，白秀琴的事必须查清楚。杜父对杜清明所说的杀父仇人还有家破人亡有些耿耿于怀，这事先别告诉青青，免得他多想。另外这几天多注意些，看看是只有我们能听到还是别人也能听到。三人就此事达成共识。次日一早，杜清明刚下楼便收到了一份来自大哥的礼物。见面礼，杜清明愈发茫然，昨天不是给过了，那张是生活费，这张是零花钱。杜母接过卡直接塞进杜清明口袋，你哥给你就收着，这东西咱家每个孩子都有，不用不好意思，正好咱们今天要出门买东西。
东西，就用这张卡。杜君燕不着痕迹地松了口气，不够给我打电话。两人不加掩饰的包容与偏爱，让杜清明心中生出了一丝从未有过的感觉，有些奇怪却并不讨厌。临近中午，杜母带杜清明去了一家西餐厅，才刚点完单，就听到隔壁突然传来一道阴阳怪气的女声。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原来是杜小姐。杜家是要破产了吗？让你这唯一的掌上明珠跑这小破餐厅当服务员？哎呀，瞧我这记性，杜家已经找到真正的亲生女儿，这假千金可不得灰溜溜夹着尾巴被赶出来。叶梦真逮着机会狠狠地讽刺了死对头一番。我听说那杜家甄小姐是在一座偏远道观被找到的，连学都没上过，就是个没素质的酒漏鱼乡巴佬，被这么个玩意顶替了你杜家千金大小姐的位置，是不是特别不甘心？可不甘心又能怎样呢？人家才是杜家名副其实的血脉至亲，就算是个傻子也能得到杜家所有人的庇护。反观你，再优秀又如何？现在还不是只能当个底层服务员，给人端茶倒水、卑躬屈膝的过活。叶梦真，你别太过分了。杜雨熙终于忍不住爆发，有什么事冲着我来，与他无关。他变成现在这样是我和我父母的错，可这不意味着你能随意议论嘲笑他的苦难。杜清明不禁有些感动，都被欺负成这样还替我说话，我这四姐人还怪好的。不过叶梦真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杜雨熙浑身一僵，本能想要转头寻找，却又忍住。另一边刚走进餐厅的席景月脚步也是一顿，下意识寻找脑海中突然出现的声音的源头。啊，我这四姐也太可怜了吧！杜清明一目十行将整本书扫了个大概，与叶梦真相关的是一本万人迷真假千金团宠文，女主李小姐是豪门假千金，叶梦真是她的前妻的好闺蜜之一，杜雨熙是这本文里恶名昭著的恶毒女配，那个被李小姐替换出豪门的真千金。不对啊，杜清明愣住了，跟杜雨熙交换的不是自己吗？怎么又多了一位李小姐？原来是这样啊！按照书里设定，李小姐的生母王雪荷跟她的生父都是人贩子，两人在一次买卖中暴露行踪，父亲落网，王雪荷怀着孩子逃过一劫。后来她生下孩子后，却发现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绝望之际撞上了因为突发泥石流被送到医院生产的杜母和李母。杜母运气好些，只是受了点惊吓，提前早产。那位李妈妈的情况可就严重多了，暴雨撞上泥石流，李父为了保护妻儿当场身亡，李母生下孩子后也没能抢救回来。王雪荷发现我们两家家庭条件都不错后，就动了换孩子的心思，选中李家。除了因为李家夫妇已经身亡，孩子有现成的遗产可以拿，更重要的是他女儿跟四姐的血型一样，都是 B 型。杜雨熙已经完全懵了，她确实是 B 型血。之前杜家调查杜清明那边的养父母时也提到过那两人是人贩子，正因如此他才会对杜清明格外愧疚。可现在却告诉他可能也是受害者之一，那两人并不是他的亲生父母，他的亲生父母早在他出事时就已离开人世。杜雨熙满心复杂，一时不知道该庆幸还是难过。至此真相已经很明显了，王雪荷将自己的女儿换给李家，又将李家的亲女儿杜雨熙换给杜家，自己则将杜家真正的女儿带回老家丢给父母。可怜的小杜清明受尽折磨，没几年就病死了。不过还好现实中的杜清明更幸运一些，遇见了于心不忍带他上山修行的老师傅。一时间杜母除了心疼后怕，心中更是对那几个罪魁祸首涌上了无限恨意。现在这个剧情点，那位李小姐的生父应该已经刑满出狱了，所以李小姐应该很早就已经知道真相，并暗中关注四姐了。杜雨熙听到这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想也知道那位李小姐关注她是为了什么。这个叶梦真竟然喜欢我家三哥，还偷偷往四姐柜子里塞给三哥的情书。杜雨熙瞪大双眼不敢置信，你喜欢我三哥？叶梦真突然一改之前的跋扈嚣张，是又怎么样？你不是早就知道吗？装什么装？四姐竟然知道？不对啊，叶梦真写给三哥的情书不是被李倩熙偷走丢掉了吗？之后还总故意在叶梦真面前提起这是挑拨两人关系，要不然叶梦真也不会对四姐这么大敌。杜雨熙心中鼓跳如雷，那个女孩子叫李倩熙吗？是因为她的存在对李家人而言意味着亏欠和希望吗？可这原本应该是属于她的名字。另一边被迫听了一耳朵豪门轶事的席景月脸色微变，李倩熙，是巧合还是我的柜子被人动过？前2天才知道你往里面放过东西，可我从来没看到过你给我三哥的情书。叶梦真愣住，你的意思是我给你三哥的情书不是你扔的？我没事扔你情书做什么？不过我很好奇，你究竟看上我哥什么？叶梦真懵了，吞吞吐吐半天硬是没说出个所以然。还是另一头的杜清明先一步给出答案，当然是看上咱家三哥那张脸啊。叶梦真磨蹭半天还是没好意思说实话，你别转移话题，我的情书不是你扔的，那是谁？这就要问你了。杜雨熙脑子转得也快，是谁告诉你我把你放我柜子里的情书扔掉了？叶梦真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不可能，不可能是他，不好意思，容我插一句，这是谁是谁非不好说，但我觉得这位小姐看人的眼光肯定没有我姐好。杜清明的突然出现吓了几人一跳，叶梦真气急败坏，你谁啊？不知道偷听别人说话是件很没礼貌的事情吗？杜清明咧嘴一笑，不才贫道正是你刚刚说的那个从偏远地方来的没素质乡巴佬。杜雨熙看了眼躲在隔间盆栽后的杜母，又盯着杜清明看了好一会，才试探的喊了声清明，是我，四姐好呀，我跟妈妈刚逛完街来这吃饭，这家店的点心好好吃，姐姐你能不能帮我问问这些点心能不能单买或者多送我们几盘？拜托拜托。杜雨熙怎么会看不出来杜清明要点心只是托词，喜欢就多吃点，我一会亲自给你送来，谢谢四姐。四姐好温柔，脾气好，长得也好看。说起来，李倩熙之所以那么紧张四姐，好像就是因为四姐长得跟年轻时的李夫人一模一样，也就是两家人不在一个城市，但凡李家有人见过四姐一面，这事也不至于瞒那么久。另一边的席景月下意识掏出手机，对准几人的方向拍了一张照片。叶梦真别别扭扭开口，果然是落后小地方来的，没见过世面，几碟糕点就把你收买了。算了算了，就当我日行一善，这家店是我家开的，一会我让人每重都装几份送你。噗，这叶小姐不仅颜控还是个小傲娇，明明想拿这糕点赔礼，说的像要跟人干架一样。而且我没记错的话，她之前嘲讽四姐的时候不还骂这家店是小破餐厅。
听。好家伙，这是狠起来连自己都骂。这位居士的好意我心领了，为了感谢居士的慷慨，贫道可以送居士一卦。你还会算命？我观居士左眉峰未长秀，且眉尾之下有一纹，家中应当有个兄弟，且你二人关系和睦，感情极好。叶梦真愣住了，他确实有个非常疼爱他的哥哥，这是连杜雨熙都不知道，更别提眼前这个才回杜家没几天的外来者。然则你左眉峰尾端将断未断，昭示着你的兄弟近来时运不济，恐有血光之灾。为避开此劫，令兄长近半月切忌单独外出。叶梦真从来不信这些，可杜清明提到的是他最在意的家人，即便不信也不敢去赌那1/1000的可能。当下再没了吃饭的心情，怒瞪杜清明一眼，提起包便往外走。杜清明后知后觉，他就这么走了，那我的糕点还有的拿吗？杜母有心让两个女儿多培养感情，轻咳一声提醒道：“没事，这不是还有你姐吗？”杜清明双眸微亮，果然还是四姐靠谱。好，一会我帮你拿。杜雨熙强压下上扬的嘴角，青青，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叶梦真他哥哥真的会出事？杜清明故作高深的抬手，天机不可泄露，当然是假的了。不过按照原剧情，叶梦真这边刚找完四姐的麻烦，他哥那个究极舔狗就会意外发现李倩熙跟舔狗2号搂搂抱抱互诉衷情，大受打击之下独自深夜买醉，然后醉驾回家出车祸成植物人。因为这是叶梦真父母悲痛欲绝，一病不起，家里的生意也跟着一落千丈，失去价值的叶梦真没多久便被踢出女主闺蜜队伍，沦为早期炮灰。叶梦真一家人的下场听得几人心惊肉跳，对那位素未谋面的李小姐的危险性也有了更深的了解。西景月给表弟打了好几个电话却都没接，只得先发了条信息，折返回原位。路过杜清明时下意识多看了他一眼，不想正好与杜清明四目相对。这哥们好帅啊，你们城里人颜值都这么高的吗？杜母和送菜过来的杜雨熙突然如临大敌，当即就将杜清明往身后一藏，同时用一种看大灰狼似的眼神盯着西景月，满含警告与防备。西景月看着两人这副神情，隐约猜到了什么，嘴角抽搐了一下，并未多做停留。杜雨熙二人这才松了口气，迅速将话题引到桌上的食物上，转移杜清明的注意。吃过午饭后，两人并没有马上离开，既然已经知晓真相，杜母便有心让杜雨熙搬回家住。对此杜清明也是支持的，家里房间那么多，姐你实在没必要住外面，浪费钱不说还不方便。最重要的是，李倩熙这回估计已经知道四姐从家里搬出来了，谁知道她狗急跳墙之下会做出什么来。杜雨熙只得答应下来。杜父看到三人一起回来也很惊讶，你们三个怎么一起回来了？我跟青青去吃饭，刚好碰到雨熙就一起回来了。青青还没见过你二哥吧？杜母带着杜清明走到坐在沙发上的年轻人面前，这就是你二哥贺轩，虽然没见过，但我看过二哥演的电影，勉强算是二哥的粉丝。杜清明这话倒不是客套，他真的看过杜贺轩的电影，那部片里杜贺轩演的是个傻子，因为演技太好，以至于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以为他是真傻子。杜家几人听杜清明说自己是杜贺轩粉丝时还有点酸，再一听原因差点没笑疯，偏偏他们这时候还不能笑出来惹人怀疑，一个个忍得浑身颤抖。杜贺轩感觉自己都快碎了，如果可以，他恨不得穿越回几年前，阻止那个年少无知的自己接下这部戏。杜清明倒是没想这么多，他望着突然僵住的杜贺轩，内心忐忑，二哥神情怎么这么严肃？他是不是不喜欢我，还是觉得我刚回家就装粉丝奉承他功利心太重？青青，杜贺轩气若游丝道，我给你准备了礼物，看看喜不喜欢。杜清明打开桌上的礼盒，差点没当场被闪瞎眼。杜贺轩送的是一整套珠宝，碧绿色钻石切割成水滴形状，镶嵌在项链正中间，耳环、戒指和手链也都是配套的同一颜色，看着便价值不菲。这很贵吧？还好，也就1年代言费。懂了，这一套可能顶好几个小破道馆。杜雨熙对此比较有经验，可以买个大一点的保险箱放衣帽间，贵重的东西放里面，安全收拾起来也方便。杜清明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当即便拉着杜雨熙询问什么样的保险箱比较好。看过礼物之后，杜母便以逛街累了为由拉着杜父上楼睡午觉，杜贺轩也需要上楼补眠。杜雨熙推着行李箱上楼收拾房间，杜清明也提着礼物回房网购保险箱去了。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房门关上的一瞬间，所有人都探头走了出来，就连本该在公司午休的杜君燕也抽空回了家。杜母将西餐厅内发生的一切都说了一遍，所以清明是咱家孩子，雨熙是李家孩子，而李家那个才是人贩子王雪荷的亲女儿。剧本都不敢这么写，你们确定这些都是真的？杜贺轩求证似的看向杜君燕，大哥你也信吗？不得不信。杜君燕将一个文件袋推到众人面前，这是白秀琴的孕检报告单，她肚子里的孩子确实已经3个多月了，帮她改报告的是一直暗恋她的高中同学，也就是说，清明说的关于白秀琴的是一分不差。至于雨熙，你怎么想？杜雨熙眼眶微红，我想知道真相，虽然他们都已经不在了，但我总要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杜母的眼眶也跟着红了，不管你认不认他们，我养了你10几年，你就是我的女儿。之前以为杜雨熙是王雪荷的女儿，杜母心里再难受不舍也不敢把这话说出口，生怕寒了亲生孩子的心。如今没了这个顾虑，母女俩尽皆卸下心上的石头，终于能够抱着痛哭一场。杜家父子3人看着这一幕也有些庆幸，庆幸他们还能留住杜雨熙，更庆幸他们认回来的是杜清明，而不是像李小姐那样的牛鬼蛇神。彼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杜清明，还在苦恼怎么将真相透露给他好心的四姐，胡思乱想的结果就是他第2天起晚了，顶着黑眼圈下楼时，只剩下杜贺轩还坐在餐桌前享受早餐。起来了，先把早餐吃了再上楼收拾行李。杜清明拉椅子的手一顿，收拾行李做什么？二哥该不会是想把我赶出家门吧？杜贺轩脑门上的青筋抖了抖，大哥说你还不是很清楚自己喜欢什么，对未来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既然如此，不如跟我一起去倔氏的剧组逛逛。杜清明突然瞪大双眼，倔氏不就是四姐老家吗？我正愁怎么把这事告诉四姐，指不定在倔氏能遇上跟李家有关的人呢。杜清明没有反对二哥的提议，吃过早饭后上楼收拾东西。等他提着东西下来时，发现杜父杜母各自提着一个行李箱等在门口。爸妈，你们这事我跟你爸商量了下，倔氏离家远，你二哥忙着工作未必顾得上你，我们陪你一起过去，公司有你大哥再出不了乱子。于是乎，等到杜君燕跟杜雨熙上班上学回来，看到的便是一个人去楼空的家。杜
贺轩这次接拍的是一部古装仙侠剧，在里面饰演一个白月光仙尊的角色。导演杜哥杜清明循声望去，看到一个相貌清秀可爱的年轻少年缓缓走来。你来了，介绍一下，这就是我们这部剧的男主裴议员小裴，这是杜贺轩杜影帝，在剧里客串你师尊。原来这就是那个脚踩 N 条船还睡粉的新晋顶流，没记错的话，再过几个月他就要因为多人运动被举报塌房了吧？杜清明好奇地打量了裴议员好几眼，不是吧？玩这么花竟然没黑眼圈，年轻人身体素质就是好。我知道，我是杜前辈的忠实粉丝。浑然不知刚一见面就被掀了个底朝天的裴议员露出腼腆微笑，两眼亮晶晶望着杜贺轩，仿佛真就是个见到偶像的小迷弟。用不着这么客气，以后都是一个剧组的，互相照顾。杜贺轩客套中透着疏离，裴议员眼中划过一丝不悦，却很快将话题转到杜清明身上。这位小姐也是咱们剧组新来的演员吗？之前好像没见过。我妹最近放假没什么事，过来给我当几天助理，顺便旅游。原来是杜前辈的妹妹，是我失礼了。这时候过分迟钝的导演似乎也意识到了几人之间气氛微妙，急忙打圆场。好了好了，接下来你们有不少对手戏，有的是时间聊。导演跟裴议员前脚刚走，后脚一个面容和善的中年男人走到了他们跟前。来了，这年头的小年轻心思不少，为了往上爬手段也不见得多光明正大。别在意，反正你也就只在这个剧组待几天，无谓为了这些小事得罪人背后的资本。杜贺轩眸光微闪，要不怎么说姜还是老的辣，自己靠着妹妹作弊才看清对方真面目，眼前之人怕是一照面就猜得8、9不离10了。杨建涛见杜贺轩听进去了也没再啰嗦，笑盈盈转移话题，这就是你那一直藏着不让见人的亲妹妹吗？长得这么可爱，怪不得严防死守，还在读书吧？今年几岁了？还有1个多月满18岁。青青，这是杨建涛杨哥，同公司的前辈，我的第一部作品就是跟他一块拍的，一直都很照顾我。杜清明面上的笑容骤然僵住。杨建涛，那个被妻子跟小舅子联合背刺，多年积蓄全被卷跑，还欠下一屁股债，差点带着女儿流落街头的老倒霉蛋杨建涛。他的老婆叫黄招娣，出生在一个极端重男轻女的家庭，从小遭受种种不公平待遇不说，还被父母洗脑成了弟弟的 ATM 机。按照剧情，这回他小舅子应该已经开始赌了，再过不久他老婆就会偷出他的身份证给他弟弟做担保，然后跟弟弟卷走家里所有钱跑路。这年头的伏地魔都已经这么可怕了吗？杜贺轩大为震撼，看向老朋友的目光也多了几分同情。搞清楚来龙去脉，杜清明又开始苦恼了。好歹是二哥朋友，我是不是应该提醒他一下？可要怎么提醒？难道像之前提醒叶梦真那样捡起我的老本行？杜贺轩闻言双眸一亮，目光在杨建涛身上转了一圈，最终定格在他手上的搪瓷杯上。杨哥，你这杯子好像不是你平常用的那个。杨建涛摸了摸杯子，神色间还透露着些许遗憾与怀念。之前那个前2天被我不小心碰掉了，最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流年不利，总是丢东西。杜清明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可不是吗？你们家丢的那些东西都被你老婆拿去变卖填他弟弟的窟窿去了，等把家搬空没得卖了，就得盯上你这个人了。刚好我妹从小在道观长大，对这些颇有研究，要不让她帮你算算。杨建涛笑出声来，你妹还有这本事，那我可得捧捧场。杜清明佯装镇定的点了点头，内心虽有不少疑问，却不得不承认他哥这神来一笔省了他不少事。那就劳烦杨哥写个字吧。杨建涛很快在本子上写下了自己想测的字，是他名字里的剑字。杜清明盯着这个字看了好一会儿，神情越来越严肃。这是个伤破字，简单来说就是可能会使人受到伤害，还会叫人破财的字。杨建涛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再好脾气的人突然被告知自己可能受伤破财，心情都不可能好，尤其是这个字还在自己的名字里。杜清明在本子上重新写下剑字，这个字是剑的繁体，现在能看出什么不同来吗？杨建涛面色微沉，左边的金底下变成了口和人。没错，这预示着杨哥你最近可能会跟人因为钱财的事情发生口角冲突。杨建涛叔弟瞪大双眼，他近来确实总跟妻子因为钱的问题吵架，但他没跟任何人提过，连杜贺轩都不知道。如今杜清明一提杨建涛的心都跟着抖了抖。不仅如此，左边的金变成了人，右边的刀也指向了人。杜清明指了指杨建涛刚刚写下的那个字，口舌之争加入戾气便会变成刀刃相向，这便是隐藏在财魄之下的杀机。杨建涛张了张嘴，正想说点什么，却被杜清明先一步打断。字的写法可能只是个人习惯，然则测字测的就是当下那一瞬的心境与未来。就像我刚刚让杨哥你写一个字，你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字，那就意味着你的未来与这个字相关。杨建涛哑然，他很想回到刚才把这个字换成别的，可能够更改的未来还能叫命吗？杜贺轩看着明显已经被忽悠瘸了的老友，嘴角微抽，对自家妹妹睁眼说瞎话的本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听起来挺严重的样子。青青，你能不能说的再仔细些？那恐怕得请杨哥再写一个字了。杨建涛在本子上又落下一字，杜清明余光一瞥，差点没忍住当场直呼好家伙，弟，他妻子名字中的那个弟，一个女人一个弟弟，不都明牌告诉你要害你的人就是你老婆跟他弟弟吗？这让我怎么给你编个理由好呢？杜清明悠悠开口，这个字从字形来看，左女右弟，左半边这个女与剑字左边底下的人相对。如果说剑字右侧刀指向的右半边人指的是杨哥的话，那左半边这个人指代的就是与杨哥发生口角争执的人，并且还应该是个女人。再来看地字的右半边是个地，这个地对应的便是右侧的刀。从因果前尘来说的话，右边这个是因，而左边发生的种种便是果。杨建涛脸色愈发难看，场面一下子僵住了。这时导演突然走过来冷哼一声，老杨，你这都多大个人了，竟然还信算命这些东西？还有你小杜，叔叔知道你年纪小喜欢搞些新奇的东西，但剧组是个严肃的地方，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啊。说完导演
导演跟等于就和杨建涛一起走了。杜清明松了口气。对了，二哥，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人算这个？那天你们回家后，妈跟咱家所有人大肆宣扬了一番你在餐厅里的壮举，给我们几个都给听愣了。杜鹤轩露出好奇神情。对了，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杜清明没从他脸上看出半点破绽，看样子真是我多想了。虽然很巧，但说不定真是老天都看不过眼，冥冥中推了一把呢。想明白这一点，他也没再纠结，再次搬出之前糊弄杜母二人的那句套话：天机不可泄露。杜鹤轩结束当天拍摄后，便看到自家妹妹翘着小脚在剧组给他搭的帐篷小伞下面打盹。二哥，你拍完了？杜清明迷迷糊糊的话还没说完，导演突然走来打断他。正好你们还没走，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这部剧最大的投资商席先生。席先生，这就是杜鹤轩杜先生。席景月终于找到机会接近杜清明，他主动上前握住杜鹤轩的手。久仰杜影帝大名，今晚我做东，不知道能不能有这个荣幸请杜影帝跟高导一起吃个便饭。杜清明神情突然变得严肃，这位席总该不会想潜规则我二哥吧？天啊，你们娱乐圈这么荤素不忌的吗？杜清明的话将两个当事人雷了个外焦里嫩。高导眼见杜鹤轩似乎不大情愿，生怕他脾气上来得罪了这位来历不凡的资方大佬，只是吃个饭而已，耽误不了多长时间。这不是还有我在吗？一会要喝酒的话，我亲自送你回去，这总行了吧？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杜鹤轩也不好再拒绝，那就打扰席总了。二哥，我要跟你一起去，为了二哥的清白，我得跟过去，勇敢倾倾守卫二哥，打倒无良资本家，冲呀！席景月调整好面部表情，不如一起吧，人多热闹。杜鹤轩拧了拧眉，最后还是选择一起行动。席景月订的是家私房菜馆，面积不大，装修却极为精致考究。今天真的只是为了跟杜影帝见上一面，顺便吃个饭。各位可能不知道，我的表妹李月生是你们现在拍的这部剧的原著作者，她是杜影帝的忠实粉丝。剧里师尊一角本来就是以杜影帝为原型写的。高导演率先反应过来，我就说原著作者怎么会把版权卖给我？对方早就知道自己与杜鹤轩熟识，确定自己能把他请来，这才选择了他。我表妹如今还在国外留学深造，短时间没法抽出时间回来，所以就拜托我要一张杜影帝的签名，不知道杜影帝能不能赏这个脸。席景月这话说的半真半假，他本来只打算在片场随便拍几张杜鹤轩的路透照，再找导演要几张签名回去糊弄交差，谁曾想会在这个地方遇上杜清明，能得到李小姐的青睐是我的荣幸。待会我会让我经纪人整理出一些礼物送给他，希望席总可以帮我代为转交，替我感谢李小姐对我的支持与喜爱。杜清明啃着鸡爪将这一幕看在眼里，内心既庆幸又失落。还好，我还以为二哥的魅力已经大到男女通吃颠倒众生的地步，现在看来还有进步的空间。不过话说回来，二哥这个迷妹竟然跟四姐家一个姓，不对。杜清明动作僵了僵，冒昧问一句，席总表妹的名字是哪几个字？你可算是注意到了。席景月就是故意点出的这个名字的，代代之月的月，声色和鸣的声。杜小姐认识我表妹？不认识，只是觉得这个名字还蛮好听的。杜清明说完低头继续啃鸡爪，竟然真的是她，李家大房的龙凤胎之一，四姐名义上的堂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正愁上哪去认识李家人，这就送上门来了。杜鹤轩突然察觉到了不对劲，看向席景月的目光当即便多了几分探究与防备，总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但不得不说，有些人的运气生来就特别好。杜鹤轩这边正想着怎么尽早结束饭局，待妹妹离开，以隔断两人间不必要的联系。一道突兀的声音便先一步打破包厢内莫名热烈的氛围。席总，真是你啊！杜清明抬头望去，正见到一个画着精致浓妆、风情万种却又不失干练的女人走了进来。席景月起身同对方握了手。江总，好久不见，那介意拼个桌吗？老板说今天店里的包厢都已经满了，不知道各位能不能行个方便。此话一出，包厢内死寂一片。高导和二哥的经纪人周顺哲二人像是被什么东西刺到了一样，一边抖一边摆手。不介意不介意，席总的意思呢？席景月不冷不热道，客人都不介意，我自然不好说什么。江总等的就是他这句话，踩着高跟鞋在屋内转了一圈，最终坐到了杜鹤轩身边。杜清明惊讶的瞪大双眼，坏了，这女人该不会是冲我二哥来的吧？我二哥是什么香饽饽吗？怎么一个个都跟狗似的闻着味就追过来了？这时席景月突然接到一通电话，抱歉，失陪一下，随后快速离席，消失在了包厢门外。而他这一走，某人当即便蠢蠢欲动了。杜先生又见面了，2个月前在电影节上短短一见，可是让我想念了很久呢。这话说的实在暧昧，杜清明都惊呆了。不是吧？这女人真的跟他二哥有一腿？不对，应该说我二哥被霸总女色狼调戏了，二哥吓得整个人都快趴我身上来了。杜鹤轩眼皮狠狠一跳，不着痕迹的又往妹妹的方向躲了躲。江总请自重。江总被杜鹤轩这着急躲闪的青涩模样逗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总是抗拒不了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我也不例外。席总，对不起，是我错怪你了。跟这个女人比起来，你简直就是谦谦君子。她看我哥的眼神像要把他生吞活剥了一样，太可怕了。接完电话匆匆赶回的席景月脚步一顿，觉得自己可以晚点再回包厢。杜鹤轩想到这人在圈内的辉煌战绩，冷声道：江总可别引火烧身。江总神情阴郁，隐隐透露出几分狠色。年轻人有气性是好的，可惜太过年轻气盛，总是要吃点苦头的。等到撞墙撞疼了，自然就懂得该如何服软了。话音才落，包厢内突然多了6、7个人高马大的黑衣保镖，乌泱泱将整个屋子挤得密不透风，所有人都搭在这。这个时候，出去接电话的席景月反倒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席景月就要闯入包厢，忽听屋内传来杜清明的声音：姐姐，你这指甲哪做的？真好看。包厢内，杜清明突然起身握住江总的手，不着痕迹地将杜鹤轩挡在身后。你是谁？跟他什么关系？她是我妹，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别碰她，亲妹妹。江总稍感意外，半晌说出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来：仔细一看，你长得也不错，是我喜欢的类型。姐，你是真逆天啊！强抢民男就算了，现在连民女都不放过。杜鹤轩头上青筋暴起，江淮英，你别太过分了，别人怕你，我可不怕，大不了我们鱼死网破。今天你敢动我家青青一下，老子就算是拼了这条命也不会叫你好过。杜清明突然瞪大眼睛，她是江淮英，那个被誉为娱乐圈铁娘子，圈养了
了内娱半壁江山给自己当后宫，却最终因为包养替身翻车，把自己给做死了的江淮英。怪不得他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跑来潜规则我二哥，感情都是老江湖了。不怪杜清明惊讶，江淮英这个角色是一本娱乐圈杰克苏爽文，常年抑郁不得志的穷苦男主，因为一次意外入了内娱幕后女皇的眼，从一个无人问津的小龙套一步步走向内娱顶峰。而就在男主事业节节攀升之际，却意外得知江淮英当初之所以对他另眼相待，完全是因为他心中有过一个爱而不得的白月光，只因为白月光拒绝他的求爱，他就疯狂报复对方，致使其声名尽毁，不得不退出这个圈子。知道真相的男主愈发觉得江淮英就是个变态，最后果断联合江淮英的得力女干将偷偷将其架空，最终把她彻底踩在脚下，一代娱乐圈传奇女皇就此陨落。杜清明如今知道了眼前之人的身份，再一看现在这场景，救命！二哥他该不会就是那个倒了血霉的冤种白月光吧？江淮英听到杜鹤轩的威胁，不怒反笑，不让我好过，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让我不好过。此话一出，那几个黑衣保镖不约而同向前一步，冲突一触即发，那就没办法了。杜清明扣住离他最近的那个黑衣保镖的手，略一用力就把那人甩到包厢墙上去了。一场单方面碾压的混战开始的突然，等到所有人反应过来时，那6、7个黑衣保镖竟没一个人站得起来。杜清明冷静下来，缩回自己闯祸的小手，这不会叫我赔吧？大家一会可一定得帮我作证，是他们先动的手，我这是正当防卫，商业价值过亿，自觉被小瞧了的杜鹤轩，放心吧，有哥在，别说是这个包厢，你就是把这个酒店都砸了，哥也赔得起。门外迟来一步的席景月也被气笑了，这时候还有心情想赔偿，看样子是真的一点亏没吃，白费了自己刚刚那么担心。江淮英脸色惨白，整个人止不住的打起哆嗦，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哥刚刚不是说了吗？我是他同父同母的亲妹妹。杜清明瞥了眼桌上地上那些人，至于这个吗？贫道道士出身，家师俗家，名字姓袁，祖上据说有个名人叫袁天罡，直白了说，就是我家师傅祖上修仙的，作为他的真传弟子，你们这些凡夫俗子加一块可能都打不过我。就在这时，姗姗来迟的包厢主人终于再次现身，这是怎么回事？江姐这些保镖晚上没吃饭，想跟着进来吃点垫垫肚子，可包厢就这么大，他们为了抢位置就打了起来，然后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知道事情来龙去脉的席景月险些没绷住，缓了会才求证的看向众人，是这样吗？除了毫无底线认同妹妹的杜鹤轩，其他人哪敢说话？江淮英只能咬牙背下这口黑锅。是，他说的没错。席景月长叹一声，江总，那你这样做委实是有点不礼貌了。江淮英冷声道，今天是我的问题，我自罚3杯给席总请罪。席景月笑道，我倒无所谓，只是今天这个饭局本就是杜影帝看在我的面子上才应邀前来，江总此举多少让人有些扫兴。江淮英没想到席景月会如此不给自己面子，惊讶过后脸色愈发难看，他这态度分明是打算护着杜家兄妹俩了。江淮英这口苦水只能憋屈的往自己肚子里咽。席总说的没错，打扰了各位今晚用餐的雅兴，实在抱歉，这杯酒就当我给各位赔礼了。他咬牙切齿的说完这句话，捞起桌上的一杯白酒一饮而尽，随后便在保镖的簇拥之下愤然离去。时间已经很晚了，明天还有戏要拍，我想先带我妹回去休息了。在车上时，杜鹤轩看了眼席景月，席总跟江总是怎么认识的？刚刚听你们谈话似乎很熟悉的样子。我跟江总并不熟悉，只是在我表弟的公司里见过一面。表弟？识别到关键字的杜清明立马支棱起来，李月生是席总的表妹，那席总的表弟不就是李月生的哥哥？我记得剧情里面有交代过，四姐的堂哥是开经纪公司的，那公司在圈内还挺有名。我表弟叫李朝阳，杜影帝可能不认识他，但应该听说过他的公司西盛娱乐。对上了，那个跟二哥有点像的龙套男主签的好像就是西盛娱乐，所以老妖婆这时候就已经给我二哥定好替身了吗？西盛，李倩熙跟李月生，堂哥是真的很爱他的2个妹妹，可惜李倩熙配不上他这份爱。从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他逐渐不满足于自己偷来的那份财产，转而惦记上大房的那些资产，甚至不惜伙同他的几个备胎舔狗给堂哥堂姐下套窃取公司机密。不行，好歹是4姐血脉相连的亲人，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吃亏，认亲的事得尽快了。席景月的脸色突然刷得阴沉下来，杜鹤轩同样被李倩熙的不要脸惊呆了。这一刻，车内的人各怀心事，最终想法却意外殊途同归。时间来到杜鹤轩客串的最后一天，这天他才刚结束剧组的拍摄，突然接到了他同公司小师妹的电话。什么？你说你被人？你先在那等着，我让人去接你。电话那头的女人声泪俱下，央求杜鹤轩能不能亲自过去接她，并且不要把这事告诉别人。他来了，他带着他的仙人跳来了。这个女人是江淮英花了大价钱收买的仙人跳女主，别看她哭得这么惨，二哥真要按她说的过去接她，照面就能被她给迷晕，然后反手送二哥一个强罪犯罪名。不仅如此，江淮英还笼络了二哥同公司的不少艺人，只等二哥往这坑里跳了。这还不是最歹毒的，最歹毒的是他们还给二哥准备了一些违禁药品，到时候只要二哥被他们迷晕，他们就能给他灌下去，然后将这一次的失控定义为他嗑药嗑嗨玩过头。什么？杜鹤轩脸色铁青，他最烦的就是勾心斗角走捷径的路子，没想到到头来竟会别人扣这么一顶帽子。只能说江淮英是懂得怎么恶心人的。不过杜鹤轩眯了眯眼，已经想到该怎么解决这件事了。许是他沉默太久，电话那头的女人哭诉半天没得到回应，愈发寻死觅活起来。杜鹤轩发挥出平日里100%的演技，紧张且担忧的安抚道：你先别哭，你先告诉我你人在哪，我马上过去。女人哭哭啼啼报出个地址，杜鹤轩用心记下，又安慰了几句后就把电话挂了。杜清明生怕二哥中招，赶忙问道：发生什么事了吗？没事。杜鹤轩冲自家妹妹做了个安抚的手势，随即拿起手机拨打另一通电话：110吗？我要报警，七彩酒店1303号房间有人要自杀。另外，我怀疑他之所以出现这种过激行为，极有可能是受了某些违禁药物的影响。哦对，那屋里可能还不止一个人。